然后来吃了吧？哎，我这个上海话说的怎么样？没错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吃的就是在美国本土开设的上海菜。这家上海菜就厉害了，它的主厨啊3次上过这个纽约时代杂志，也就是 New York Times。而且纽约4大的这个主流媒体有3家都反反复复采访和报道过他的事迹。那最厉害的是纽约的米其林推荐餐厅鹿鸣春啊，他是鹿鸣春3家分店的总厨。这家餐厅呢叫做 Salt and Ginger， 也是没有中文名字的。我看过网上的价格，我发现它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说不定比你去上海的米其林餐厅吃还要再划算一点。那他们的味道具体如何呢？走，跟我去瞧瞧。那我就来吃一下先这个八宝饭。哇，这个糯米看起来又光滑又晶莹剔透，感觉会很好吃哎。它这个咬起来是金黄色的，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来试一口。一口吃下去甜甜的，然后一般的八宝饭里面是包红豆沙嘛，但是这个是主厨自己炒的南瓜蓉包在里面，所以它没有豆沙那么甜的感觉，但是你又可以吃到有这种融融沙沙的口感，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很明亮。接下来吃一个我其实这辈子也从来没有吃过的本帮菜经典凉菜之一烤麸，据说这个是咸中重甜的口味。哇，真的好甜！第一口咬下去，它这个充满了甜味和酱香味的汁水，就整个的爆在你的口腔里面，比我们平常吃的凉皮里面的那个面筋要稍微软糯一点，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口感，吃上去糯叽叽的。不管是喝酒了，还是在等菜的时候吃一口，都还挺好的。烤麸因为本身可能口感没有那么清爽，没有那么脆，所以都会加上这个木耳，夹着一起吃一下。哦，加了木耳特别的爽脆，然后让这个口感的丰富程度又上升了一个台阶。我们来吃一下这个花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是那种煮的特别软的，你一咬然后它就变成沙沙的感觉，不是，它是脆脆的。而且它这个花生是卤过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所以它变成就是有点半透明的感觉，就是珠圆玉润珠圆玉润。虽然我是第一次吃这个烤麸，但是我感觉好拼。罗宋汤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这个60年代的美国，其实是美国人融合了这个北美和其他国家的料理，然后发明了罗宋汤。那很快呢，世界各地就开始采用了同一种方式来制作类似的汤品。咱们啊，因为当年跟苏联其实是老铁，所以咱们罗宋汤呢是跟他们引进的，就在上海的这个各大西餐厅开始风靡啊。那最有名的一家西餐厅莫过于红房子西菜馆呢，它已经开了100多年了，到现在还开着，屹立不倒，真是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罗宋汤。好喝哎！你别看这个罗宋汤里面啊，你只能看到高丽菜，然后土豆，还有萝卜，还有洋葱，但是实际上我喝到第一口，我尝到的是非常浓的番茄的味道。然后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吃番茄，所以只要任何有番茄味的东西，都会是我心中的最喜爱的食物之一。我们来吃一下土豆和萝卜。是我喜欢的软烂的程度，就是说你咬起来的时候它是成块的，轻轻一咬它就会裂开，然后它就会融化在你嘴里面，就会变成绵绵沙沙的口感。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可能有一些人很喜欢那种炖的特别烂的，那我就觉得那个口感可能就不强，然后你就失去了咀嚼的这一种快感。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本帮菜的另一个招牌糖醋小排。我看这个酱汁还是很浓，虽然
我们吃了好几样菜都是有点偏甜的口味，但是这一道呢又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因为这一道是酸甜味的。它的这种料理方式呢，不会让肉被炖得特别的烂，然后入口的时候是比较有嚼劲的。它这个调味呢稍微偏重一点，就非常的适合下饭。对于我是吃川菜长大的人来说，就是吃酸甜口配饭的东西，我小时候是非常难想象的。但是这个糖醋小排，我要说一句，哎呀妈呀，真香！你现在就来试一下这个小笼包。电视上啊，大家都是这么吃的。先咬一小口，哇塞，你看这个汤汁根本滴不停哎，满满的一勺汤，我刚才一咬开，嘴巴里面就是一嘴的汤。这清澈之中啊，还泛着一点点的油光。我们来喝一下这个汤。好咸，一咬下去，你整个嘴巴里都是那个猪肉的咸香的味道。而且它这个汤包属于是皮薄馅儿大的那一种，就是一个正经的汤包应该有的形态。借用叶问先生的话，我要打10个。我们现在来吃一下蘸了酱汁的。它这个酱汁实际上已经把姜的味道打进去了，所以说虽然你看它是比较透明的，然后你看不到姜末，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姜味的。我感觉蘸了醋的可能比较耐吃，因为它这个小笼包里面它其实全是肉，就是你大概吃个2、3个你可能会腻，但是加了这个姜醋汁之后，非常解腻。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小红书力推的风沙猪手，我就直接上手了。因为这一道风沙猪手我们是最后吃的，所以它其实已经凉掉了。但是我刚刚入口的时候，因为它是被烤过的，它这个风沙的制作过程就是你需要把它再烤一遍，所以我还是可以吃到它这个皮上面被烤得焦焦的、硬硬脆脆的口感，还有那种一点点碳化的炭火的香气。然后再加上其实因为冷掉了，对猪皮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变得比热的时候更有韧性、更弹牙。今天这一家 Salt and Ginger 我们就吃完了，他们是一家没有中文名的中国餐厅，能感觉到就是它继承了比较传统的上海的口味，因为我们大概点了6个菜，其中有3、4个都是偏甜口的，有酱香的甜啦，有酸甜的甜啦，然后还有这种南瓜的甜啦，我感觉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们家呢，其实主打的不算是说老的传统的这种老上海会吃的上海料理，而是一种比较新式融合创新的，那也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那我们今天吃了这个大大小小的有汤有菜，一共6道菜，吃的是67块钱的餐费，然后再给了这个20%，也就是13块钱的小费，也就是人民币560块钱上下。那你觉得这个价格在中国的上海米其林能吃到这样的菜色吗？